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这个股市活字典啊，不得了，我们的杜金龙大师老师好。治愈好，非常快，又一年了。又一年了，对，我们是一期一会，一年见一次啊，中间有见很多次啊。对呀，对。好了，那杜老师今天一样哦，我们就是在这个过年期间花一点时间，然后好好带大家来看看，到底在这个蛇年哦，蛇来蛇去，我们的台股应该要怎么样的好好来操作它。那其实呢，这个在过去每一年呢，大家都会发现杜老师其实呢。它的这个数字大数据不得了，现在很流行 AI 大数据，对，你的本人就是 AI， 就是大数据在他身上集大成。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杜老师来给大家哦，这个好好的看一看2025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操作，还有蛇年大概是会涨还会跌。好，那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讲？来，杜老师，平常我们大概。这几年来，我们都是农历过年前回顾一下，用旧历过年来展望未来12年的股市哈。那大概都有3个层面啦，一个是稍微谈一下总体经济的哈，再来就是股市参与者，再来国际股市也看一下哈，那再来就是最有名的技术分析的价量时间哈。那因为我们是针对蛇年嘛，所以我们就把像上面以前的5条蛇跟来回顾一下哈。因为这几年来，我们从牛年、虎年、兔年、龙年，都还真的蛮准的哈，尤其龙年快要过了，大概。老师，你说我们第一次叫你帮我们看生肖，你是不是心里觉得我们很瞎？对啊，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因为我每年的那个连线都做得好好的，说怎么会接到这个题目？对，还有那一人把那个投影片重新切因为要把旧历过年跟新历过年把它拆开。但是你后来有没有发现很准？对，后来我就。乖乖的，每年你还没有找我，我就把它做完了。对，而且这个杜老师就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个，说真的是有那个有凭有据。尤其在那个你虎年的时候，就是一涨一跌，一涨一跌，一涨，真的，我们3年前跌，对，那在兔年是我们最好的，真的涨哈。那龙年我们说会涨27%，目前大概28%左右。对，那我们下一次今年12年，我们等一下会跟他讲，还不错。对，那如果说以后明年我们再来买的话，真的很准啊！这个都是治愈照我们这些股友啦，从生肖看我们台股个人的展望，真的蛮准的，真的蛮准的。好，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从这个回顾一下，在过去这一年当中，这个龙年表现的怎么样？对，在我们录的时间因为还有几天才就地过年嘛那目前来讲，如果按照2024啦是涨28%，也是全世界前3啦。因为后来Nasdaq 有跌下来，所以我们比 Nasdaq 多一点这是去年那我们大概会看几个指标，一个是本益比大盘本益比，我们大概在2024年年底，目前的资料是19.8倍因为它要4月1号才会全部的真的出来那我大概在过年期间，我是把2025年的上市公司获利，还有2024年上市公司获利做一个总整理那2024的话，上市公司获利比2年前成长大概37%，非常好有没有？那我因为做总整理，我2025年大概估出来目前是成长18%。所以是很好可是因为跟今年比会变得很没有跟2年前比没有跟去年比的对，大概会有稍微剩下一半对可是一般来讲，你涨37%再18%已经不得了了，已经涨50%了，对这是上市公司获利也不错再来我们 GDP 目前来讲，去年大概4.2左右今年大概3.2左右，有人看比较悲观2%左右所以大概都降了1/3再来出口的话，理论上去年大概8%到9%那今年大概剩下5%那民间的投资大概因为台积电不是有加一场设厂嘛大概会有，可是今年也是稍微下降一下，除非说台积电4Q 法说会把那个资本支出又增加到400亿以上那所以我们从这几个资料上市公司的获利还有GDP 还有出口还有民间的投资去年真的非常好那今年比它稍微少一截，但也都成长对，都是成长所以我们认为今年202512年
跟农联比较，可能不会像农联涨28%左右这样哈，因为以前我们统计资料，我们的12年大概是农联的2/3，所以刚才讲之一有讲时来时去嘛哈，那我们农联是7月11号最高嘛，尾盘是说没有进高点的哈，所以在那个高点附近，所以如果说你是这边28%，因为我们还有剩下几天嘛哈，那完以后你抓2/3，所以我目前等一下给大家资料，我们12年哈理论上应该也会大概2%左右的一个涨幅啦，2%左右涨幅，对，就是因为这个2024年已经什么都太棒了，对，基期都太高了，所以2025年呢虽然也都很不错，但是可能它的涨幅就不像2024年那么好了，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从几年前我们讲那个12年嘛，那我们现在碗面有5条蛇哈，大家看这个图，我们刚才有讲过，兔年是最好，我们从牛年开始讲嘛，不错，虎年是一涨一跌，一涨一跌，兔年是最好的，对，龙年也不错，有没有？龙年真的呢27%，现在虎了哈，那12年的话，注意看啊，大概我们把它记2成啦哈，19%哈，那等一下我们有12年的5年的走势图，只有第一年跌哈，其余的4年都涨，所以12年上涨几率有80%，哇，那它有2成，2成我都怎么赚？就说龙年多少？12年就是它的2/3，那这边提醒大家，马年是我们里面最不好的，马年真的不行，这不行哈，所以到明年3/3有没有啊？完又不是有3/4回档嘛？对，那完以后你稍微避开，等那个3/5有没有涨到38000阳年的时候，你再去做，那时候台积电可能会更高2字头以上。哦，是，所以我们那个马年的时候先小心一点。对，我也自己会，我大概在明年8月份我就会把持股降下来，刚好34个月的汇波南西的转折点。那阳年的5月份2027年5月份刚好55个月，你看到我们去年不是21个月？我那时候一直讲汇波南西的，真的跌了4500多点。对，去年的7月份从来没有人说会跌，只有我一个人跌，因为汇波南西21个转折。后来日本莫名其妙调那个利率嘛，有没有？全世界崩盘，所以我们去年最可怕的地方是8月5号那天不是跌1820点嘛？有没有？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老师的操作方法其实很科学，就是那不是凭感觉，对不对？那就是统计数字嘛。那我也不用想很多，我也不用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就是用统计告诉我自己说我这时候要小心。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避开了。对，而且只要创新高你就小心，因为其实股票市场最大风险就是你基期高。对，像我们这几年我们连涨2年高吗？目前因为我们认为统计资料12年我们会连涨3年，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还有好，这个还有好，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农历哈。那再来我们就看那个蛇年的5个蛇年哈，有没有？这个第一年跌31%嘛？对。再来就是说涨，有没有？曾经有一次涨91%哦，这边1%，离我们最近那一点是12年前是涨7%啦哈。对，所以它涨的一个这个机会很高。对，涨的几率8成。对，那平均涨2成。OK， 那离我们最近的那一个大概是涨个7个百分点左右。好，那我们看到这前面的5条蛇啊，跌32，涨32，这一点最好啊。它的那个趋势，它的都蛇来蛇去嘛？最后一条，就91年啊，从民国54、66、78。90，好，那我们看最近的这一条，我们看最近的这条，就是明年，你看年初最低，有没有？慢慢蛇去这边我们认为明年8月份高点哈，当然说进高点啊，那它涨8%嘛，我们认为明年高点，我们等一下资料是28000，说28000涨21%，所以我们明年的走势图这边把它画为，我们目前是23000点开盘嘛，完又227多嘛，慢慢蛇，真的一下就涨了900多点嘛，慢慢折到这边以后8月份10年，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我们2025年的以4年这个10年就是慢慢折上去。OK， 好，没问题。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老师常常讲的这个我们的汇波南西转的，对，第几波嘛？我们现在是第8波，第8大循环的2年前12629开始算，有没有？我们涨了21个月，涨到241116，有没有？回了5个月，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在这边，只要过241116，这个叫主升段，3之1、3之2、3之3。那这边完以后
有啊，到明年大概是今年大概在这边啦，33000啊，3万啦，这边33000哈，来做回档。马年的话回档哈，羊年的话这边2027年的5月份38000哈，那怎么算？12629乘以2倍，25258嘛啊，乘以2.382倍哈，2.618倍就3万到33000，有没有？乘以3倍就33000啊，那38000这边就是我们55个月啊，就从这边涨55个月，21个月回档，34个月回档。55个月回档，涨了55个月，再跌34个月。那这34个月，老师你被冲啥？修身养性写书啦。哦，写书哦，去佚佗安尼。对，好啊。我看你无在佚佗呢。我都在看书。看书就是佚佗。对，后来不然就逗老婆玩嘛。逗老婆玩怎么逗？就是没啊，就讲他爱听的话啊。逗老婆玩。对，因为有的人都喜欢去逗别人女生啊，一定要逗自己的老婆。逗自己的老婆，免得那个被断手断脚。所以这个是接下来老师的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走在。我们现在在哪里？走在这边快要突破这个前一高了嘛。这边2416嘛，有没有？我们这边如果过2416，我们就主升段啊，从这个19662有没有开始算？你看我这边写19662。那我如果在这边我都不会选股的话，要么台积电，要么0050啦。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波就 AI。就 AI， 你就刚才我们那个质疑不是有外资前20名的股票那个就给他买，你就每前10名嘛，每只股买就好了嘛，因为外资拉股票一定拉那边嘛，买戏打的这位戏啊，有没有？买了卖戏啊，没看清啊，打的这位打。对。好，那所以呢，我们大家讲到这里，杜大师已经跟大家讲完了，说接下来这个大家可以怎么，甚至帮大家预测到接下来整个这个第8波大循环。那刚刚这个。老师还帮我们这个准备了什么样的资料要跟大家分享？会连续涨3年的资料。连续涨3年。很多人说我们怎么那么开心？不是，我们有一个统计资料哈，就说我们连涨2年哈。很多人说我们最大风险不是连涨好几年嘛？我们2年前涨26%，今年龙年还是就那个新历年已经过了嘛，涨28%哈。那至于你看看这62年来，我们曾经有涨过8年的，我们希望我们涨8年。那在民国50几年哈，那也有涨6年的哈。那最近哈，你看到我们6年前我们不是涨3年嘛，都涨23%，有没有23嘛哈？那我们认为我们这次应该会涨3年，因为我们认为10年也会涨哈，所以我这边有讲嘛，我们去年2年前涨23%啊，那这一次涨28%嘛，26%有没有？2024已经确定了嘛，涨28%啊。那目前来讲，目前小涨有没有？你只要一个判断标准，你1月份的低点。未来的几个月都没有破1月份的低点，那一年就多头年。我们62年来，我们1月份最低的话有24个月，24年，所以你只要我们要慢慢过嘛，所以1月份最低，我们从1月2号，如果大多头都是1月2号最低，往右开始拉，我们也是一样，1月2号不是跌吗？2号就有没有？1月2号、1月3号往右就大概900点，有没有？脱离23000嘛？他那一天我记得是22700多。那个时候那个刚元旦回来，大家还想说第一天就跌很碎，那个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没关系。第一点跌出来之后就开始涨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人都算，你去年赚28%，那是去年讲，现在在那边数钞票往右今年重新。开始零嘛，所以每个人都要重新算，而且那一天的话，他拉了600点，拉了300点，意思就是说我要脱离23000那我们希望有一句话就是说去年的高点就今年的低点，往右今年我们如果说万一是23000到3万嘛，你会发现23000就今年低点，那这样就是今年就多头的，我们的推测就是对的。好，那这个是连涨3年，给大家鼓励一下哈，希望连涨8年，不要觉得说已经涨了好几年就很危险。我们以前的历史记录其实是都可以一直涨的哈。那我们来看这个是转折点，转折点我们这样，我们之前有讲嘛，我是从民国50年统计下来嘛，我们这个是第8大循环，目前涨了26个月。21加5个月，26个月，我们主升段有55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有漫长的岁月要走到2027年的5月份。那晚一个我们现在出生段才涨1269，涨
还没有1倍，以前还有涨17倍的。我们这一次不贪，我们只涨3倍，3倍就好12629就涨到38000这是我们的统计。所以大家看这个统计资料，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第8大循环嘛，开始填了嘛，有没有？那惠波兰西21个月真的有回了4000多点那中间这边有很多圆圈都是55个月嘛，所以大家记得2027年的5月份阳年的时候，你要把持股降下来，可是那个是38000以上的那个点数，那时候台积电可能是11600或是2000块。你那时候再来提醒大家。对，那个是10000。对，可是我们说认为明年今年的8月份有34个月嘛，它比较不会那么像我们21个月跌了4000多点嘛，跌了19%嘛。那8月份也会跌，可是不会像21跟55那么可怕那有的人是说，那个今年的7月份不是太阳黑子那个有用，还有那个会有那个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按照波浪理论不会，不会对，会有回档，8月份会，但不会太可怕，对，不会像那个预言那个，不会那么恐怖，大家先不要担心。我们还是相信里奥纳多、皮卡丘那个人。好，来，那我们看一下美股，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美股嘛，好，那我们还要看这个吗？国内股市交易所，还是我们直接先看一下赫来？对，我们台湾股票市场，大家记得这63年的啦，台湾最完整这一张 K 线图嘛，我们现在是第8大循环，对，大家记得我们从12629开始算，你把这个1拿掉，就是我们当年的2485，有没有？2485涨到12682嘛，有没有？我们现在1拿掉，目前涨到24416嘛，我们希望会涨到3万、38000嘛，那这边，所以我们从12629这一波就要开始起算那因为你12629，但认为24000是好高，有没有？其实百分比只有不到1倍你要用百分比。像我们2485涨到636，有没有？涨很多倍啊！可是那时候你不会认为贵，因为它的指数没有那么高，它的点数比较低嘛。我们现在都被迷惑12629，一乘24000是高点，其实百分比不高。OK， 所以不用太紧张。对，好。那这个成交量维持在4200亿都不错，很不错。因为我们去年我们以前大概都23000啦，因为现股当中增加40%嘛那我们去年平均每天44000亿啦，所以大家记得，只要你今天看盘，4000多亿左右，你这个盘是健康的。那它有时候像变很多，你才要小心。对，我们最近有一个高点是7600亿，好，你就要小心。那可不好，这个7600亿以后，因为你会点数更高你会变成8000多亿。可是你只要7600亿，你稍微就注动一下，大概是成交量。好，那再来要请那个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国际股市。国际股市大家记得129年来道琼这一次最可能就巴菲特的，他不是卖股票卖了现金30%多嘛，对，可是他现在93岁万一他看对美国要回档，可是搞不好时间不多因为人投资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时间长的，对，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时间长，时间短你就最大的风险。对，那对，刚刚道琼也是一样因为它每年都走高嘛，这个我们看到这一次也回档嘛，因为它是永远走高的，因为它季节关系，所以它还在走高的。那到1月20号，川普完以后，因为7年前我们也曾经有川普的效应嘛，所以理论上川普那一年是3万点，拜登是4万点，希望川普这4年以后就5万点那就走要好。那跟台湾有关的是 Nasdaq 它也是创新高往右回档嘛所以我们台股也跟它大概也一起一步OK， 来，再的话要小心了因为打破大家记录，它从4.9回到来以后到3.9左右，现在已经4.8，万一它突破4.8，做债的人就怎么办？本来要得就修认赔啦，不然就抱着啦因为一般来讲就你那是你嘞，你会认赔还抱着？没有，我从来不买债的啦，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一辈子都做自营，我一天来回都是10%左右所以你1秒钟是好几千万上下。对不是你看我为什么有的人一直笑我说你为什么要摆定存？我想说
我如果股票要买，我就解定存买股票嘛，那个价差比你债要摆那么久是啊。因为我以前做事情，所以我有研究债，可是我就没有去资产配置，对不对？这个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很多人都不摆定存嘛，就要你至少债都要。可是我认为，我万一像那2年前，我不是解定存买台积电，我要去把债卖掉干嘛？我专心赚我的股市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就股市报酬率比较高，风险比较高嘛，债市报酬率比较低，风险比较低所以我对于买债的人，你看你啦，要不要学我？我就说干脆我就债不要的了，是专心投股票，我是专心投股票啦，所以是空头我就很积极的人，对。但是我觉得积极是奠基于老师真的很专业。对不对？没有，就是说我从以前不管说在大华自营或者代客操作，或是我纯自营，我已经习惯那种脉动如果像司仪讲的说，万一那个马年是跌嘛，对，我就做一件事情，我把钱就通通放定存。有时候懒得去解过来，就说。我如果把持股降到3成，我就看空嘛，完以后我就不把那个7成钱，我还是摆在那个活期存款，利息一点点，懒得去动它。没关系有的人就摆在那个 RP 嘛，去做债，我就懒得算了，因为股票市场一下就往上有这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大家不一样操作。有的人就买在债，那债的话，如果万一川普真的有通膨，你看到我们2024年通膨也是连3年 EPS 都是2%以上，美国搞不好降不下来那你这样的话债，因为我一直在讲这个债的，这个30几年来的债，从10几16%降到长期多头一辈子36年来的，所以我以前在大华自营，我很羡慕我那个债券部呢，一几任何东西多头怎么做都赚钱有没有？这个是走多嘛，因为它下跌是走多嘛，走了30几年嘛。我们股票市场是每隔10年就一个分所以现在会它衰就对了。衰当然啦，你看从这边才衰几年我记得我当时台银买那个去买房子的时候，我讲的利息多少%？那10%呢？哇！你现在我小朋友讲的利息是1-2%左右呢，可是我的房子比他少那个很多嘛，少很多钱嘛，所以这个债他现在是这样买嘛，搞不好以前我记得我在这个行业的话，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6%是底部呢，那时候底部呢，现在把它当做头部，因为它跌到0.5嘛，所以你现在4%大家认为都很高，有没有？按照以前的观念，6%是底部。那老师我问你那既然我们看股市看这么好，会看3万8、4万嘛，对不对？那债一直这样子要死不活的，我们应该要挪到好赚的地方去。对，理论上如果说你这样的话，在2027年你摆到债会比较好。你现在不要放这，因为股市涨了55个月的。对，你现在不要放这，你现在先去赚股票。对。然后等到这2027年你再把钱还回来。对，你那时候少做股票，大概应该是比较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美元指数，你看它上次在这个120嘛，这次要过114有没有？109的因为他 mega 有没有 mega 完以后，他这个川普很厉害，他自己不升息，你们每个人都贬值给我看，完以后美元就强势所以他这个双手这里，所以你看到我们台币最近在跌也是一样，跌到33嘛，还有这一次台币跌的时候，外资卖一部分台积电，完又不再卖，完以后他也汇出去嘛，未来那个12月有汇出去，可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投信的买盘把它撑住嘛，所以理论上强势美元它要过114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到120对不对所以它只要过这个114完以后 ，mega 最怕它是1月20号利多出尽完以后先大跌如果它维持强势美元完以后，我们亚币也会贬，我们也希望我们台币贬，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明年出口不好，我们的 GDP 也不好，尤其像国泰投信贬值，因为贬值对我们来讲比较好，因为我们是以外销导向为，那贬值企业会贬值对我们电子股来讲好，热钱虽然出现，可是对台湾的这个出口来讲，因为我们明年出口大家记得我们刚才讲5%嘛，有没有5%？你当然电子股不会涨嘛，所以其实央行跟我同名的杨金龙希望台币贬值他只是不敢讲。叫金龙都很聪明彭金龙杜金龙杨金龙，只是说他们都真的，我是假的，我叫杜金龙。
镀金的，镀金的，镀金的。好啦，所以呢，今天看到这个杜大师来跟我们分享，讲得非常完整哦，连这个债怎么处理都教大家了，然后美元指数货币的关系也告诉大家。那今天非常谢谢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那最后杜老师有没有一句小小的提醒，大家2025年的操作有没有说买了之后不要卖，还是买台积电就对了？没有，我从以前习惯我都是一波一波的哈，就是说，因为我长期持有，我台积电一定要有基本持股。我刚才有讲，我最低持股都30%，因为没股票比有股票痛苦。大盘在涨你没股票你通通想要买所以你有基本持股让它套牢，对，不要往右我有时候高套牢比空手好。对有时候我台积电都买到99，买股票买到99，因为我们认为短线套牢还没有关系嘛，你其实从2年前就开始做，对，那这个那我认为那个以色列理论上它也是一个小多头年的可是因为连涨2年，你大概来回这样波段做，因为它会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所以那一段就差很多。你看我们去年不是有一段，所以不要从头报到尾。你稍微来部分来回操作，大概你会增加国家的证交税的税率，而且你也会。你是不是证交所派来的？对啊，因为那个不是因为它有一块瓷砖是我捐赠的。好啦，所以呢，这杜大师很可爱这个12年蛇来蛇去，所以大家这来回操作，可能你的获利会倍增哦，对不对？就学一下这个杜大师的一个做法了哦。那台积电是一定要有的，那希望大家12年都可以好好操作赚大钱哦。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新年快乐，希望操作顺利。